老实说，这几年如果你一开始就敢满仓挥打，然后一路抱到现在，报酬一定比任何一套策略都还夸张。但问题是，大部分人真的抱得住吗？中间每一次30%、50%的暴跌，你都不会在最低点受不了砍掉吗？过去这几天，我用 OpenClaw 对多个标的进行自动回测，重点其实不是比谁赚得多，而是想搞清楚一件更现实的事：这几年的暴涨暴跌，如果重来一次，要怎么用纪律跟风险控管，才不会在半路被洗出去？所以接下来的部分，我会跟你分享我自己现在是怎么用 OpenClaw 加上一个很简单的 Super Trend 加 RSI 系统来思考风险，测试一个策略到底稳不稳健。先来看一下整个流程大概是怎么跑的。最上面这一层是 OpenClaw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站在策略外面的 AI 助理。我把需求丢给他，他负责接收指令，分发任务，最后再把回测结果整理成我看得懂的报告。中间这一层是我真正拿来跑研究的 Python 引擎。第一步，我用 Yahoo Finance 把历史报价拉回来。第二步，用 Pandas 的技术分析套件 Pandas TA 去算 Super Trend 跟 RSI 这些技术指标。第三步，把讯号丢进回测引擎，模拟照这套规则交易一轮之后，绩效会变成什么结果。最后再把结果整理成绩效报告，去看报酬、回撤这些比较关键的指标。最下面这一层则是整套系统的设定跟研究过程，像是策略参数、核心脚本，还有每次调整过程留下来的笔记，我都会放在这一层。这样做的好处是 OpenClaw 不只是帮我跑一次回测，而是能沿着同一套脉络持续去追踪这个版本怎么改过，为什么改，改完之后结果有没有变好。整套工作流程大概是这样跑的：设定档，决定要盯谁，用什么规则， Python 引擎负责按表操课，把指标算完，把讯号算出来，最后 OpenClaw 站在最上层帮你看结果，做整理，甚至帮你产出一份人类看得懂的报告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核心回测，我们就把 RSI 的动能判断跟 Super Trend 的趋势确认结合起来的策略进行实测，做到不被杂讯干扰，又能咬住趋势。在这套策略里， RSI 不是拿来抓超买超卖，而是用来看动能强不强。日线 RSI 要在50以上，代表大方向是多头；小时 RSI 要突破70，表示短线动能真的喷出来。只有大方向站在我们这边，加上短线动能冲出来，这种盘才值得进场。接着是趋势确认，我们用2条 Super Trend 当双保险，长线参数14、3.5 用来确认大趋势没坏，短线参数7、3.5负责抓切入点。价格必须同时站上这2条线，才算真正进入强势区。最后是出场逻辑，只要收盘价跌破短线 Super Trend， 我们就直接离场。有了策略模型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它丢进市场环境中，接受数据检验。这是这次回测的基本环境设定，初始资金设定为100万，同时我设定了单边 0.1% 的手续费，外加每笔交易 0.05% 的滑价预算。这意味着每一笔收益都是扣除真实交易成本后的结果。回测区间我定在2020年1月1号到2026年4月10号，这段时间非常关键，它完整覆盖了新冠疫情的崩盘、2021年的疯狂牛市、2022年的毁灭性加息，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 AI 浪潮。标的方面，我选择了横跨不同属性的核心资产，从波动最大的 SOL、BTC 到美股龙头 AAPL、TSLA 以及2大指数 QQQ 和 SPY， 台股则纳入了0050、0056，还有金融股代表玉山金。我已经把这套策略逻辑撰写成 OpenClaw 的自动化脚本，并针对适当标的进行持续的模拟演算。接下来我们透过回测来检视3个面向的表现。在报酬部分，我们会看总报酬率、年化报酬率以及相对买入持有的超额收益来衡量获利能力。在风险部分，重点是最大回撤、回撤改善幅度以及夏普比率，这些指标能反映策略的风险水准与管理效果。最后是执行部分，
我们会观察胜率、盈亏比、平均持仓天数以及交易次数来评估策略的执行效率。最后，我们将让 OpenClaw 生成视觉数据，生成适当标的的资金曲线对比图 （Equity Curves）， 并针对2022年的市场情况生成一份专题明细，以呈现这一年内的抗震表现。现在，我们将使用 OpenClaw 开始回测。根据之前的设定参数，我们的回测将包括以下内容。这里是我们从 OpenClaw 获得的回测结果。在回测期间，索拉纳的表现最为突出，总报酬率高达34554个百分点，展现了策略在高波动资产上的潜在效益。相比之下，比特币与以太坊也有获利，但幅度较低，分别为509个百分点与3027个百分点。在年化收益部分，索拉纳与以太坊分别达到165%与73%，显示长期复利回报强劲。像苹果公司股票和标普500 ETF 这些成熟市场的标的，年化收益较低，策略效果有限。在风险指标上，索拉纳与以太坊的最大回撤分别为46.2与41.8个百分点，显示在市场波动期间风险相对较高。不过，数据显示，部分标的如苹果公司、高股息 ETF 0056和台湾指数基金2884，在策略回测中展现了相对较低的最大回撤，这表明它们在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。在执行效率方面，0056的胜率约83%，显示策略在该标的上的交易一致性较高。另外，从交易次数和盈亏比来看，这个策略不是靠每次都赢来获利，而是靠着赢的时候赚得多，输的时候亏得少的方式慢慢累积成绩。不过，不同标的的表现差异还是很大，不是每个标的都同样适用。最后，在抗震表现上，2022年市场动荡期间，策略有效减少了多数标的的潜在损失。像比特币和索拉纳，相较于单纯买入持有，也成功降低了最大回撤。而在回测报告部分， OpenClaw 不仅生成了一张10和1总图，把所有标的的资金曲线集中在同一页做对比，每个标的也都有独立报告，包含8格 KPI 面板、资金曲线对比、回撤图、年度报酬柱状图、月度收益率图，还有2022年的交易明细，从报酬到风险再到交易细节，全都整理在里面，整份报告看起来就能一目了然。总结来说，这套策略属于顺势参与、回撤控制优先的趋势跟随型做法，在呈现明显趋势的标的上，能以较少交易抓到主要波段。在剧烈下跌年份，如2022，和单纯长期持有相比，通常能在下跌时减少损失。不过，在长期横盘震荡时 ，Super Trend 容易出现假讯号，造成来回洗 ，RSI 滤网也可能钝化或过度过滤，导致交易品质下降，继而拉高交易频率或压低盈亏比。整体绩效仍取决于标的是否存在可跟随的趋势。回测完确认策略特性后，下一步我会把 PineScript 放到 TradingView 上图，让讯号可视化，方便后续微调与追踪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